当然这个题目我非常关心，我非常好奇。你知道过年前我跟一个长辈在聊天，他跟我讲一个我觉得很妙，你听听看，就是说，他说，我也担心说，我们现在台积电都去啦，然后生了300个这个台积电宝宝啊，本人让那个 key 啊，就以前不是来台大去美国，去了就不回来了。他说你不用担心，他说台积电家里人会回来。我讲哪会回来？去就去啊，去做美国人啊，安全啊，免给他占尽啊。他说不是，他说如果今天你在总部，那个是分部。你今天一个有企图心的人，好，你想光我被升官，我被发财，我要有权利。你要在分部还是在总部？我当然在总部啊。他说：“那你知道台积电总部在哪里？在台湾啊。在台湾，你边给他，你在那里就当厂长，你那边当技术员，你哪被行副总经理，什么为凯西为丁管给你，你只有回来台湾。是。那我这样讲，好像是这样，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个长辈很有智慧，他讲的我觉得真的是事实。中国底家，官拢底家，你被新官就要等来啊。没错，你看那个王英郎是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班梯队里面的一位嘛他派去美国之后他又回台湾，他赶快回来抢位置。我当然我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要就是说你要整个管理台积电，你一定要在总部啦。对。而且我其实我觉得很关键，就是我刚才还是一直强调，台积电一直在台湾投资。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每天去讲它什么，它掏空台湾，这个事情其实对台湾其实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大家这个对产业没有认识的那么清楚，然后用政治的立场在谈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甚至我去日本、韩国，人家也在问我这些事，我说这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子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政治上的杂音但我觉得台湾应该还要再培养一下，就是说我们对整个产业的全世界的这个局势我们现在这个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台新星光金控的那个那个就是一个主管啊，他就说鸡蛋跟高墙你要选什么啦他说有作家说他要选鸡蛋嘛他说但是他都选美国那一边对，就是美国现在在主导这些事情，这个是全世界 AI 我们讲就是说你说是不是疯狗浪？我觉得这个疯狗浪也够高够大，还会持续很多年。好，那你曾经写过一本书，你曾经用一个人的武林来形容台积电，但你现在说已经不是一个人武林了，那你现在已经群山并列了。我刚刚讲，现在台积电已经是一个大的舰队了。然后现在台积电这么大的一个舰队，那个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也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舰队了，美国更要保护台湾，而且你说在很多的部分里面，台湾第一个我有话语权，第二个我连定价权我都有了。是，我觉得台积电就是当然他现在很多人还是说他一个人武林啊，为什么？因为他一家公司占了台湾整体市值的4成左右，然后0050里面也大概将近快一半都是他了。那但是你要想象的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台积电它的尤其是最近我还上礼拜我还整理了一个表格是台湾1000块以上的股票叫做千金股总共连上市柜再加新柜总共41家，你知道那41家里面6成都是半导体供应链，都跟台积电有关，要么就是台积电客户，不然就是 IP 供应商不然就是它的设备供应商测试的啦，还有做那个探针卡的啦等等。就6成都是1000块以上，那1000块以上当然是获利很好，成长性很高这些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那另外大概3-4成是 AI，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竞争力从股市里面就告诉你了。我刚刚讲说历来最大的投资，那也是历来台湾最大的机会，所以股市告诉你，我们早就不是3万点而已，现在已经有人看到4万点。对，那为什么股市会这样表现？经济我们去年。那个经济成长率8%多，这看到全世界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实在是难以想象，所以这整个数字都告诉你，整个的客观情势都告诉你，台湾在一个最好的年代，我们掌握到最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内部也是最大的分歧，也是最多的，你知道，就是大家的不信任。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时候
我一个跑产业出身的记者我都觉得这件事情我是匪夷所思。也就是你是从 PC 开始跑起，你是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主机板开始，做滑鼠开始，做连接器开始，现在我们居然已经可以去定义，因为我们已经不但是主流，而且我们是核心，不但是核心，我甚至还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讲说，台积电现在我应该讲，它台湾不是提供零件，台湾其实在定义什么叫 AI Factory， 就是一个 AI 的工厂是由台湾来定义的。那我们当然讲说，你只有台积电，他说不是只有台积电，当然讲你说现在高频宽的这个记忆体也很重要，可是他说，任何在重要的高频宽的记忆体，你要进到 AI 的生态链里面，你要进到了台积电的 CoWoS，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进到台积电的封装，你外面你做的再好都没有用，也就是 AI 的生态圈里边，竟然那个生态圈的最核心的脑是台积电，你知道把它圈地的那个范围是那个是封装，所以为什么黄仁勋只要来台湾就说你 CoWoS 有多少？我就要多少。现在的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需求量有多大，而是我的供给可以提出多少。对，没错。你刚刚讲这个很有趣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啊，或日本啊，中国啊，那个外销出口美国的金额非常高嘛，而且那个逆差就对我们来讲是顺差也非常高嘛。台湾去年有1500亿美金嘛，那各位比较都少去注意说，韩国对台湾的出口也是很大的顺差，而且还超过日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刚刚讲了 HBM 都要拿来台湾，让台积电 CoWoS 封一封，再输到美国去。所以你进不到我的 CoWoS， 你就没用了。是，所以你知道，现在当然是记忆体涨得很凶啦，但是事实上在去年以前去年上半年以前你知道三星其实很辛苦的，因为海力士打进了台积电的供应链。刚刚讲了 HBM 是最早被那个辉达跟台积电认证，主要是辉达认证过了，所以海力士的 HBM 就拿来台湾包一包再出去嘛。那个时候三星就很吃味啊，因为他一直得不到认证。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做再好做再多都没用。是，所以你没错，就是说你现在整个我觉得现在整个的市场。的确，台积电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它不是只有带动台湾这些一堆的供应链上来，它也带动很多全世界，像艾斯摩尔荷兰的公司，它也要靠台积电呢。台积电是它最大的客户。Intel 跟三星买个1-2台，它可能买10台20台那一台要4亿美金。所以你说这整个台积电的整个它是在带动的。美国为什么要抓台积电抓得紧紧的？就是这一点嘛，因为战略物资，美国跟台湾整合起来，那中国当然不高兴嘛，所以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所以洪文，你这样讲的话，等于说我今天要看到这个趋势，看到趋势就是以台积电为核心，然后跟台积电核心，然后这个 AI 的周边产品，它都是有机会的，是吗？而且我们刚才讲，你不是只有晶片，你现在包括这样散热，包括你的这个电能，就包括像台达电的这个状况也非常好，就是说你跟电有关，跟所有相关有关的那个都在它的整个爆发圈里面。是没错，像刚刚在讲，就是说电源台达电也是。台达电以前是一个很稳健的公司大概股价300-400块差不多了哇，现在暴涨到1000多，一样是千金股了那为什么？因为它也掌握到，因为我们刚刚在讲那个data center 它那种盖法它的电源是需求量非常大的，所以台达电这几年就大幅成长。好，所以一样的，像你刚刚讲散热，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叫 CPO 就是矽光子。那矽光子这件事情，我们以前都用铜线在传输，可是现在 AI 时代铜线已经太慢了，要用光来传那这整个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你需要的那些传输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所以矽光子又让台湾以前大家知道以前在 LED、LCD 那个产业台湾做的不好嘛我们有面板双虎，不是很惨吗？可是后来现在懂得光的人开始又回来了。我们很多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千金股里面也有好几家都是跟以前做光纤的，光纤有一段时间非常惨，对。可是现在呢又重新回来了。是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掌握到这么大的机会，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企业都懂得抓机会，而且懂得抓住一个新的爬升的那个机会，赶快翻身。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台湾企业是非常有活力的。第一个，我觉得台湾的厂商现在很敢投资。
很愿意投资，这跟过去感觉上不一样。还有一个是在你书里面也提到说，这是台湾非常难的优势，就是50公里以内我可以要到我所有的东西。你刚刚讲不管是矽光子或怎么样，因为我有个领头羊，这个领头羊就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一定要创新嘛，台积电不创新，你后面的这个三星就抢过来了，你后面的 Intel 就过来了，所以我一定要保持领先地位。领先地位我在很多地方我都要去开始做最新的东西，跟我创新。你刚刚讲了美国最新的东西拿到台湾，那台积电我也要创新，所以我在台积电的创新里面有怎么办？我就周边找我的晶圆厂，所以就发现原来这50公里就台积电台湾为什么我有地利之便，我有人员之便，我所有东西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强的循环出来。是没错。刚刚在讲哈，台湾是我们叫做一日生活圈呐。我们的高铁哈一天，你说从台北到高雄也不过1个半小时。哦，所以你看台积电是新竹、台中、台南嘛。哈，他说他们的工程师哈一天就可以往返，然后去支援，或者是哪里有需求，他们就过去，一天就这样完成了。所以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岛，但是我们是科技岛，而且是非常紧密，大家分工合作。那我讲一个哈，就是亚马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商哈，那做那个机器人的，他前一阵子他们的老板来台湾了，他就说，他来台湾非常惊讶。他说他找很多供应商他去日本、韩国或其他国家都不会这样，就是他如果要你客制化定制一个东西台湾的公司一定会说来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愿意做。然后他说他如果去韩国去日本他们说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中，我们不想做这样。他说台湾就是愿意帮这些客户解决问题，做这些。可能那个定制的东西就是要花很多的力气，还要工程师投入嘛。做标准最简单的，我做好了，每个公司都可以卖嘛。对。那他说台湾就有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特性。他说他非常喜欢台湾，他来台湾这个就可以一下子几天内他就把他所有的他该买的他要下的订单统统解决了。这个从过去 PC 时代是这样，现在 AI 时代也是这样，机器人时代也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我常常在讲一个，最后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台湾跟美国公司是共生，而且是互利的。互利共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当你跟他是为他去努力，然后他赢你才会赢，他输你就输。这个就是你们就是生命共同体，你只是他外包的一个工厂，其实你是他一个工厂，只是他不在同属一个公司。你是真的为他做，那他就愿意什么？他愿意 support 你愿意支持你你苹果跟三星是竞争的，手机竞争嘛，所以他会长期支持三星提供他晶片吗？当然不会啊。但是他跟台积电是长期，因为台积电如果没有把苹果做好，没有把辉达做好，台积电也不会活啊。那这个就是很关键，就是说，而且所以台积电他们也讲过，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得不错，是因为他的客户愿意教他们，他们愿意把他们当我们做了一个计划，然后没有成功了，他们会教你说我觉得问题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解决。其他的公司他就不会这样讲了，因为跟你有竞争，你怎么会想要把它扶植起来？因为我们不跟我们的客户竞争。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台湾整个，你今天来看，就是说台湾最成功的关键，我觉得最把它拉高层次来看，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台湾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呢做人家最好的朋友，不是人家的敌人。对，还有一个你刚刚谈到台积电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也看到说为什么大家离不开？他说你只要跟台积电合作，你就离不开了。因为你很多的制程，你的先进的这个做法，你是跟台积电一起商量出来的。是，比如说 iPhone 开始你要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进到我记得到这个A14、A16之后，A16之后你根本就离不开了，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是跟台积电全部都你总有我有你总有你要跑掉我的很多的制程很多的智慧财产权都在我手上，你離不開。包括現在的輝達你今天來跟我做也是一樣，很多生產你有概念啊，可是你要把它做出來，你要我這邊幫你做出來啊，可是那個 know how 就是我的啦，所以這個是一個台灣非常獨特的特色，就是以前我們都會怪說你台灣都不做品牌啦，
你不做品牌，所以你就没有吃那个最肥的那块肉啦。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做品牌，我们只做代购，我们做人家 support 的，所以我们会变成全世界最信任的。而且你在过程你们刚刚讲的，我们是教学相长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台湾非常强的生命力。没错，没错。其实这个也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哦，我帮金周刊再推销一下了哈。记忆体哈，记忆体刚刚讲韩国2家嘛哈，那美光1家，那当然日本也有这个凯霞哈，美国还有一个 SanDisk， 就是说那整个的产业分布哈，就是说记忆体哈，终究它是一个commodity， 就是我们说大众物资，它是标准产品。那刚刚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就是。台积电其实为什么这么成功？因为它是客制化的，它帮辉达做的晶片，它帮 AMD 做的晶片是不一样的，不能互通。对，那可是你看记忆体是标准产品，所以三星、海力士生产出来的晶片可以卖给所有人啊。那这个当然 HBM 也可能有一些很少量的不一样的规格，但是大部分都是标准产品，所以这就是一个关键了，就是。因为你是量身定做，你是客制化，所以你跟客户的关系非常非常紧密。黄仁勋在台积电，如果那个晶片他不要了台积电可以卖给别人吗？现在很缺货啦，可能要啦。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规格不同，应该这样讲。黄仁勋如果不要台积电做这个晶片，但他到别的地方，他要花更多的代价，要重新来，而且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能符合他的要求。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量身定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关键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不管是记忆体的狂潮记忆体当然现在的确是很缺货。我也觉得今年可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时刻，可能要到明年，他们说到2027到2027年。对，那所以这个当然问题很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想台湾厂商也开始在拼命在扩产所以但是记忆体我相信终究还是一个景气循环的它时间周期拉长的，可是它一样会有。所谓的这种景气下滑的时候但是逻辑晶片台积电做的这些晶片，它也可能有这种好坏，可是它的持续性是更长久的。对，所以我想回到刚刚你在问那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的必要性，台湾的不可或缺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是量身定做，我们是客制化。然后刚好跟上 AI 这个大浪潮，是 AI 的大浪潮里面，它更需要客制化，因为每个人要表现我的一个特殊性。对，好，但你在你的书里面也点到一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奇异点，就是当年台积电跟联电晶圆双雄，可是在某一个点两个人划开了，所以你说台湾这里很重要，就是说。台湾现在也是要一直保持这个起点，就是保持这种所谓的技术的领先，台湾才可以一直的稳定的领先下去。是没错。我那时候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台湾是国内先激烈的竞争，然后竞争完再去国际上竞争。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 Michael Porter 在讲的那个竞争力的策略的时候，那我觉得的确台湾的确在。其实韩国也有这种现象啦，他们以前三星跟 LG 2大集团也是一直竞争嘛，但我觉得就是说，关键是不只是国内竞争，也是国际上的竞争，因为你一直要保持你的竞争力。我们今天台湾被重视，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分量，我们的竞争力，我们靠实力取胜啦。我们今天没有一丝的侥幸，我们是因为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人家才如此看重你，人家才。这个会这么多人愿意来跟台湾合作愿意来看重台湾，这个我觉得是你只要有实力你是不怕你会被忽略。好，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台湾现在对中国的投资是越来越少，可是台湾在中国的获利反而是大幅的增加。也就是说，虽然你再怎么样子，其实大家一直在觉得说，好像我们需要中国，可是没有。某个程度来讲，其实是我们是它的上游。如果没有台湾的 support 的话，它跟整个世代的代差会更大嘛？是，我这个我觉得又是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就台湾在那个就说跟大陆的关系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也是他的朋友，对啊，我们过去也帮他做很多。事实上，我们的笔电就是去大陆，然后他帮他变成世界工厂。他的生产链的所有的概念，是台湾管理什么管理什么东西，那都是台湾带过去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开始两岸有一点纷争然后一些这个关系不好那我觉得大家就算了吧因为我们帮过他啦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现在美国需要我们去帮他嘛，我们是全世界的朋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也觉得台湾在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里面，我们要学到一点就是我们做刚刚讲的记忆体或面板 LED 有没有这些标准产品，我们都做得不好。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是需要国家支持，而且资金不断投入，而且不断的赔钱哦。对，你看韩国赔了多少钱做起来？就是我们2兆双星赔到爆了。对，但是我们现在走这种客制化，我们其实是走对了路的。我们把自己的竞争力培养起来，对，而且变成人家不可或缺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啦。那这个。我们当然不要所有东西都去压，所有东西我们都想要赚，很多钱我们赚不到就算了。但是台湾现在已经要赚的钱已经太多了，这个根本也赚不完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选到自己。其实我去日本、韩国，我都跟他们讲，台湾也走错过路啊。我们的产业政策也曾经错误啊。那另外还有一点，还有很重要，也就是说标准的、大量的、拼量的那个东西，不是台湾的专长。中国一定做得比你好，尤其是他就是最会降低成本。他们现在机器人看起来机器人大军，然后电动车大军早就已经跑到全世界了那机器人一定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要区隔啦，台湾一定不要跟中国很像，我们一定要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才能够拿到那个非红供应链的这种商机非红供应链的商机其实很大嘛。这个地球就把它切成一半嘛我们就做一半就够了啦，我们才2300万人就够赚了，对，就够了那我们不用想那么多。当然还是有一些公司在大陆，然后他也做大陆的生意，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一段时间都非常的辛苦对，那有一些外销的只能转内销，那内销就要跟他们的公司去竞争那这个其实是巨大的挑战。是。另外有一个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基本上我是跑政治的，我会看到2个国家竞争的那种战略的这种需求。当我看到了美国跟台湾跟中国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点，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就生产力上面，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对手。我曾经看过这个什么，他们弗里曼写了一本书，他说中国在1-2年还可以盖一个机场，可是美国它的华盛顿连一个电扶梯都要盖2-3年。这个是两边生产力的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那如果你今天要在生产力的竞争的方向，你发现只有华人，只有台湾人，只有台湾的工程师，台湾的生产的方式，台湾管理工厂的这种能力，可以跟中国来抗衡。所以今天不是说我今天要你把这些工厂，台积电的工厂移到美国，而是说你要把管理工厂的架构、工厂的伦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要跟台湾人有关的这个价值带过去，否则我真是这样看哦。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拼生产力，我觉得美国一定是被中国碾压在地上。是没错，事实上我非常同意哈，所以我说哈，为什么现在美国重回制造需要台湾的帮忙？因为事实上他也找不到别人了。好，是你说日本是他现在不行了，没有弹性的。好，那韩国刚刚在讲不被信任，有一点摇摆。好，那台湾其实现在等于是这个他最好的伙伴。那我们现在的不只是台积电过去嘛，我们的电子五哥很多都不管是之前在墨西哥那现在在德州，我们都已经这个有很多的生产线开始在建。这个需要时间啊。我们刚刚讲就是美国还是在制造文化上要花一点时间，但是最重要的是台湾的管理的思维要带过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是做得非常好的。老实讲，当年我们去大陆当然是这个2000年一堆企业过去嘛。其实台湾公司到那边，因为我们说文化啦，或者是语言都通，所以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挑战。可是事实上，在那个过程里面，后来其实整个中国，它在经济开始成长的过程里面，制造业其实都是台湾在掌控。对，那他们其实大陆，他们其实并当然他们有很多人去制造厂工作，可是他们不见得把那个当作是非常好的工作，他们其实去发展移动互联网，有没有？他们去阿里巴巴、去腾讯，他们一流的人才去那里，他们最好的人才不会去制造业，可是台湾把所有一流人才通通投入到制造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其实台湾公司也经历过一番的波折，然后才建立起来的。那现在去美国一样要面对挑战啊，因为
他讲的不同语言，文化上也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工会，他们有法规等等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能够去适应环境，然后去做调整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当然接下来还是会看到很多，就是说那个还要美国员工怎么样呢？有意见或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我相信我们台湾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企业实力最强大，获利最好，然后我们也愿意投资，所以在这段时间是我们最能够去做国际化的布局的时刻。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倒是不担心啦，因为我们这些优秀的人才，他们可以去克服这些挑战。当年其实我最后讲一个，当年张忠谋先生觉得去美国是台湾去美国要去管理一个国际级的企业，他觉得是困难的。可是事实上，他现在有一些改观了。事实上，台积电现在美国，他其实上他是很私底下，然后我了解是他应该是很支持的，因为他知道这整个国际的局势已经做了剧烈的改变，跟当年完全不同了。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其实这个世界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这个世界变化里面，一个 AI 时代的来临 ，AI 时代的来临里面，晶片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台湾刚好就要在这个核心的这之中。那现在当然，台湾也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走出去。但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按部就班的，我们把台湾变成世界的台湾？台湾可以做得到吗？我们真的能够赚到全世界的钱吗？非常谢谢洪文来加入我们讨论，谢谢洪文，谢谢。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